这只鹿正蹦蹦哒哒的去往和情敌单挑的路上，结果一声枪响，直接被打穿了肩胛骨，当场嗝屁，下一秒就变成了美味的烤肉，一口咬下去还滋滋冒油。马特和乔满足至极，毕竟想要在这里吃顿饱饭难如登天。这里就是让无数猎人有去无回的著名地带——纽西兰南岛。作为最险恶的峡湾地带之一，地理景观也是十分奇特，不仅拥有飞流直下进入峡谷的壮丽瀑布，还有满是青苔的山谷和高耸的花岗岩雪峰。但偏偏马特和乔就爱挑战，便将此次的目的地定在了这里。刚开局，他们捡到了不少有用的装备，其中包括了一件安全背心、一沓防水布、一捆军规伞绳，以及一把小型战斧和一卷胶带。最重要的是，还捡到了一把没有子弹的猎枪。根据乔多年的野外生存经验，他判断出附近肯定藏有子弹，但面对一望无际的丛林，搜索成了最大的问题。两人只好从眼前的斜坡开始挖掘。很快，幸运的马特找到了子弹容器，但是里面只有一发子弹。两人决定继续寻找，可山上突然滚落下来的石头劝退了二人。马特和乔只好收拾装备，向着山下前进。途中，马特在地上看到了一颗弹壳，这是在丛林里狩猎的猎人留下的。于是乔从安全背心上撕下一块布绑在树上，想要沿途标记自己前进的路线，引起别人的注意。走了一段时间，马特听到了流水的声音，两人兴奋地一路小跑前去查看。顺着声音来到了一处小溪边，乔就着小溪水打算先清洗一下猎枪，这对于一个退役的特种兵来说，也算是回归老本行了。所以拆卸清洗枪支对于他来说，也就是洒洒水，仅仅用了一个小树枝就清理干净了枪管里的泥巴。正当乔进入收尾工作时，马特也蹦蹦跳跳地赶了回来。看着马特手里的鹿角就知道，这次他的收获颇丰。马特兴奋地告诉乔，在小溪边还发现了新鲜的粪便，这说明此处应该是鹿群的活动范围。说完就将手里采摘回来的浆果分给乔食用。马特和乔正悠哉悠哉地享用浆果，忽然一声枪响打破了原本宁静的丛林。他们判断出枪响的方向后，迅速起身查看情况，如果能够找到那位打枪的猎人，就能离开这里。但前方一条湍急的河流拦住了二人的去路，两人看着河流和对面陡峭的崖壁，只好再次规划路线。一番商量后，马特和乔决定前往上游寻找可以过河的地方。走了没多久，水流变得浅了很多，两人义无反顾踏入冰冷的河水中，因为此刻在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，找到打枪的那个猎人。就这样，两个人趟过河水，穿过丛林，却发现前方是死路一条。无奈之下，只好沿着陡峭的山脊前进。这时，眼尖的马特看到湖对面的山林中冒出一股浓烟，或许他们要寻找的人就在对岸。望着冰冷的湖水，如果想要绕过去，至少要花费5个小时。但眼看太阳即将下山，夜晚在丛林里赶路会十分危险。保险起见，马特和乔打算先找个庇护所过夜。他们返回丛林，开始分头寻找适合的地方。马特找到了一块凸起的岩石，岩石微微拱起，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洞，无疑这里就是最适合睡觉的地方。马特赶紧叫来乔参观，乔对这个地方也十分满意。于是两人开始收集干枯的蕨类植物铺在洞里，随后又拿出防水布铺在最上面。就这样，一个简易的庇护所形成了。两个大男人相互依偎着睡了一晚。第二天，马特和乔早早的出发了，他们穿越茂密的丛林，向着昨天定好的目标赶去。走了许久后，终于找到了浓烟飘出的位置，这里就是猎人的营地。一个孤零零的铁皮小屋矗立在草地上，两人赶忙进屋检查，却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东西。通过炭灰的温度，乔判断出猎人离开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小时。此刻马特也注意到了地上的足迹，他用70迈的速度顺着足迹的方向跑去，但还是晚了一步。河边只剩一条绳子，看来猎人已经乘船离开了。马特和乔终究还是晚了一步，寻求他人帮助不成，两人只能自救。他们在铁皮屋里搜集到了一些剩余的木柴，火箱里还有一堆留有余热的炭灰，生火应该不成问题。马特先是将木柴削成木屑放进火箱里，然后将脸伸进火箱里吹气，火苗就慢慢升了起来。另一边的乔则是前往丛林里捡拾木柴，途中再次发现了鹿的粪便。等他抱着木柴回来后，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马特。于是饿了许久的两人一拍即合，打算狩猎。马特站在丛林里模拟雄鹿的叫声，如果雄鹿听到自己的领地传来其他雄鹿的叫声，就会把对方视为入侵者驱逐。乔蹲在一旁听着马特的叫声，简直没脸看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方法是有用的。叫声刚刚停止，丛林里就传来了雄鹿愤怒的咆哮，声音由远及近，两人立刻进入战斗状态。乔一边期待一边担忧，毕竟自己枪里只有1发子弹，如果没有成功命中目标，那就只能继续饿肚子了。严谨的乔决定让马特继续学鹿叫挑衅对方，自己则是去寻找一个最佳狩猎位置。但乔寻寻觅觅良久，也没确定最终位置，直到身边传来一声异响，吓得他打了个寒战。回头一看，一只雄鹿正蹦蹦跳跳的从他身边经过，可惜目标移动速度太快，根本无法瞄准，只好偷偷跟在其身后。在灌木丛里看到了那只雄鹿就在自己的前面。一番勘测后，乔终于找到了最佳角度，然后通过瞄准镜观察，下一秒果断开枪，雄鹿应声倒地。马特也急忙赶到案发现场，激动的乔当即开始嘚瑟起自己的枪法。等返回营地后，乔将切好的肉放在炭火上炙烤，很快肉就烤熟了。马特和乔迫不及待地品尝其美味，这 Q 弹的肉质，这美丽的风景，妥妥的沉浸式丛林 barbecue 啊！两人终于在纽西兰南岛吃上了第一顿饱饭。时间来到了第3天，
一大早，乔就来到湖边设置求救装置，其原理就是在铁桶里放上一个东西当做敲击物，使铁桶摇晃时可以发出响声，这就可以吸引过往的船只了。另一边的马特则是留在营地处理没吃完的鹿肉，他将铁皮小屋的烟囱拆除了下来，改装成烟熏桶，然后把鹿肉切片放进桶里，准备制作成烟熏鹿肉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马特来到湖边，想要看看乔设置的求救装置，他认为还有改进的地方，当即就做了一面旗帜绑在铁桶上方，在摇晃铁桶时，不仅能够制造响声，还能摇晃旗帜，这样就能提高别人发现自己的几率。看着完美的求救装置，两人决定轮流值班看守湖面。随着时间慢慢过去，二人换了一轮又一轮，船的影子都没看到。当轮到乔再次值班时，湖面上出现了一艘船，两人一个拼命地晃动求救装置，一个拼命地挥舞旗帜。虽然看起来非常白痴，但最终这两个奇怪的家伙还是引起了船只的注意，成功获得了救援。